入海，漂亮！哇，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，是第一次。这是中华虎杨建平职业生涯最为愤怒的比赛时刻，扛起韩国狂人就往地上摔，是要将对手往死里打，捍卫中国人尊严。为何杨建平情绪失控，宁愿违背比赛精神也要暴力伤人？原来是韩国狂人金立硕施展违规打法，掰断了中原飓风阎锡波的手臂。要知道，阎锡波可是杨建平的同门小师弟。两位选手在职业擂台暴揍中韩两国选手，付出了汗马功劳。身为大师兄的杨建平自然需要上前讨要说法，怎料金立硕却执意推搡杨建平，放话有本事打一场。杨建平打比赛输过赢过，却从来没有怕过，当即放话自己会全力以赴将这个嚣张的韩国泡菜打回老家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今晚两位选手的表现如何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杨建平，白色短裤就是韩国选手金立硕。虽然金立硕参加的比赛战绩比较少，但是他却总能在竞争残酷的格斗比赛中取得100%KO 的战绩。对此，杨建平也没有轻视金立硕，既然自己的小师弟阎锡波都输给了他，自然在比赛中杨建平需要想方设法拉开安全距离，只有机会合适才能发起主动进攻，扩大相应比赛点数。来到地面，杨建平在上位，是在上位了哦。那在下位的这个金立硕，用一个 cross guard 封闭式的防守，把这个杨建平死命的锁住。那这时候杨建平可以做一些 GMP， 就手肘的打击。这时候不要客气，手肘下击就对了。这个金立硕锁住杨建平的一条胳膊，使他这个无法采用其他动作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好的机会。好，当心三角锁，对，三角锁，当心三角锁，当心小心他的三角锁。对，已经有点成型了。他可以做一些虾形，转一个角度就会三角脚就会成型了。那杨建平呢，尝试站起来。这时候相当的凶险，当心三角锁，三角脚小心要当心，不要让他扣住。金立硕这家伙在地面缠斗的环节极其难缠，双手死死抱住杨建平的脑袋不松手，明摆的就是打算拖延比赛时间，消耗杨建平的体力储备。不过杨建平可不会因此短暂的被束缚而失去作战能力，只不过杨建平实在做短暂的休息调整，伺机寻找反击机会。如果让杨建平成功挣脱束缚，一定会给金立硕一点颜色看看。但是下面，在下面目前用滑的，因为杨建平用他的力量，对，这就是杨建平的力量。刚才也非常危险，这个地面实际上是非常凶险的。好，现在金立硕做一个防御，好，及时站起来，动作非常的快。双方回到了这个原点，是这一场就漂亮多了。当然双方已经进行了一下力量较量，双方对地面的情况有所了解。对，力技上也有发挥，在地板上呢也非常的激烈，相当精彩的比赛。好 ，overhand right， 这个杨建平的企图心相当的强烈。因为赛前我跟他讲，不能像上次 UFC 这样，太保守了。对，这次打了一下就对，非常积极，要扫打。杨建平以前能够直接把对方扫退掉。对，不得不承认，杨建平的作战经验更为丰富一些。擂台上无论是站立拼拳换脚，还是地面缠斗，杨建平都有恃无恐，并不会因为急于发起猛攻而失去比赛节奏。金立硕此时此刻已经开始在擂台上打得犹豫不决，碍于台下的观众60%是韩国拳迷粉丝，对此金立硕只能拼命地向前推进，将杨建平击倒。或者个重拳。好 ，take down， 差一点。一个柔道的摔法，但是呢，金立硕很厉害，结果翻身爬起来，这个没有，侧踹了这个肋骨。杨建平技术是非常全面的，但是说并不好打。对，在Tiger受了训练了，应该相当的扎实。目前这个杨建平除了在东方荣誉之外，他也到这个泰国很著名的一个 MMA 的一个拳馆Tiger这边受训。Valentina 也在那边受训。但从这个准备来说吧，金立硕他可能准备的东西比较少，金立硕对国际拳会非常熟悉。是。
杨建平赛前还跑过来问我说，金立硕在之前在台湾的打法，我大概跟他讲了。杨建平系统学习了8年的古典式摔跤，所以不少拳迷粉丝才会觉得这场比赛杨建平一直在抱摔金立硕，并不打算在战力上与金立硕进行太多的纠缠。金立硕上台之前还在质疑杨建平的实力究竟如何，这多次的被击倒在地，也说明杨建平的摔法没有太大问题。只需要牢牢把控距离和体力储备就可以了，避免因为体力不支而无法进行更有效、精准打击。公路都可以，两种选择都可以。或者像那招牌动作翻身，杨建平就喜欢做翻身的一个越位。杨建平曾经在空中有个空翻，直接越到了这个日本这个对手的侧面，都可以，都相当的漂亮。对，但是历史会出现吗？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。他不放弃啊，仍然尝试越位啊。阿斯卡啊，看他用哪个方式来啊，进去了，哎，又出来。阿斯卡目前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。因为金立硕的双脚啊，一直挥动。好，第一回合，好，第一回合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原来金立硕首回合唯唯诺诺，一直在刻意保留实力，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杨建平的水有多么深，只有保存好充足的体力储备，才能应对杨建平的进攻动作。不过很明显，杨建平为了结束比赛，也做出了一些牺牲，那就是减少了站立拼拳的想法，执着于抱摔，尽可能的要想尽办法将其拖入地面，施展柔术所技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要侧踹，第3个侧踹。那看起来这个杨建平是要用力技解决金立硕，力技呢打倒金立硕不容易，但是可能会赢下对手，打倒了，哎，对水军。金立硕感觉有点累了，这个低扫蛮重的。前脚的腿法是金立硕的一个缺点，正拳对，所以被抓了一个银旗。因为他前脚的踢击不具威胁性，所以杨建平可以再抓这一点。踢踏他实际上对腿没有太多的防守，是，不像有些人会接腿摔啊，或者是接着做动作。对他没。时间虽然已经进行了一大半，但是杨建平的攻势状态一直很稳定，没有暴露防守破绽。尤其是在组合拳和抱摔动作的衔接之下，金立硕很快就出现狼狈的场面。这场比赛，杨建平就跟打了鸡血那样亢奋英勇，坚持要将金立硕按在地上摩擦，不肯松懈。金立硕目前只有在站立环节咬牙硬撑，一旦来到地面缠斗，只能被中国选手杨建平牵着鼻子走。拳法没有问题，摔法也没有问题，对，这个怎么想法他的问题，因为他太耐打了。再到地面呢，他防守非常好。这57秒。好，这 overhand right 做太多次哦，那个金立硕已经有了防备。主要还是就是摔倒以后的话，他并没有这个很好的这种对，摔倒那时候就是直接打了，就不要做降服了。对。这个到角落的时候要注意，角落非常的好，对，太滑了。对，被上勾拳击中。这时候金立硕在防止杨建平的膝撞，然后自己做膝撞。对。这时候可以拼膝撞，可以拼走。哎，放过了。可以拼走。对，他膝撞他是可以在上面走步的。这次因为这个杨建平的拳腿发挥的不错，所以他保持这个距离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根据评审一致判定，杨建平通过比分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杨建平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